当所有赛车被悉数推上赛道时，车手们都兴奋了，因为他们发现10支车队竟有4种风格迥异的侧向设计。In terms of car design, everything from the ground up this year is brand new. 红牛阿尔宾采用滑梯下冲，法拉利和马丁犹如浴缸深凹，迈凯伦低肩窄身，哈斯阿罗则是宽大圆胖。Interesting, what kind of differences?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Huh? And it's crazy how different everyone went. 这意味着围场格局很可能迎来一次大洗牌。而当人们注意到卫冕冠军梅奔车队时，瞬间就被他独特的造型吸引过去。What is this? Everyone's looking at me. I didn't design it. 众人围观良久，终于有人敏锐地发现，梅奔竟然采用了第5种侧向设计。 The car looks great, but it's like so different to everyone. 而在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更是针对文丘里通道给出了下压力暴涨的设计方案，试图达到极致减阻。在预算帽的限制下，能有这样的创造力，无愧于混动霸主之名。不过，彼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赌徒式的设计思路将诞生队史上最激进也最失败的梅奔赛车。F1 地校元年回顾，海豚跳梅奔陨落，浴缸流跃马崛起。2022赛季围场迎来重大规则变革 ，F1 为了让比赛更好看，时隔40年重启地校时代。相较以往，新车的气动设计大幅损化，跟车会变得容易，超车机会也会明显变多。但底板成为下压力主要来源后，海豚跳这个早已淡出围场的名词，也在季前测试的第一天重新回归人们视野。How's the car? There's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bouncing. See how much it's bouncing at the end of these straights. 海豚跳的形成原理并不复杂，赛车高速行驶时，大量气流经过底板产生强负压，将车身吸向地面，造成气流通道堵塞，气流失速，吸力瞬间消失，车身就被悬挂弹起。但回位后，气流通道又恢复正常，于是车身再次下压，如此高频的循环往复，就形成了剧烈的上下震颤运动，俗称海豚跳。 And so deadly. It looks like they're listening to AC/DC. 但因为各大车队设计理念不同，海豚跳的严重程度也不尽相同。其中红牛车队的 RB18 得益于他们底板和文丘里通道的双高组合，再加上有为专门设计的分段异形终极结构，所以受到的影响非常小。轻微调整之后就恢复了正常。We have cars back out on the circuit. Any immediate issues? No, that seems to be alright. 其他车队也基本上快速找到了应对方案，但令人意外的是，梅奔那边竟迟迟没有进展。 Let's see this Mercedes now then. Overall, it does not feel like there's an improvement in the ride. 持续的高频颠簸让年近40的汉密尔顿直呼扛不住了。 Same bus. Two car in one piece. 回到维修通道后，车队先后采取了气动微调、机械加固、悬挂硬改等措施，但竟无一奏效。曾经的混动时代霸主、黑科技层出不穷的梅奔，就这样被一个小小的海豚跳给难倒了。最终，他们只能选择提高整车行驶高度，牺牲大量下压力来换取平稳，但这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What they say next door? Well, that side. Oh, that side. Oh, they're still struggling. They're struggling. 果然，调整后海豚跳是减轻了，但本来单圈就差红牛0.2秒的 W13，差距竟然来到了0.7秒，整个梅奔 P 房瞬间陷入了沉默。他们非常清楚，0.7并不可怕，但用尽手段无能为力才是最致命的。 Everybody had bouncing, but they were able to fix that problem on the track. Then we just can't fix the car. 而看到对手吃瘪，上赛季与 Toto 斗了一整年的霍纳，笑声格外的响亮。I'm yeah, everybody's quite enjoying this. 但就在霍纳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之时，一匹黑马的出现，彻底搅乱了围场的争冠格局。 Welcome along to the 2022 season. 揭幕战如期而至，率先进行的是排位资格赛。就在人们猜想梅奔将会拿出多少实力来对付红牛时，赛道上划过2道红色光影，竟双双跑在了红牛和梅奔的前面。人们定睛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统治 Q1 的不是别人，竟是2年前还深陷谷底、一蹶不振的法拉利。 2020赛季受到引擎作弊案的影响，法拉利10分1000动力单元受限，底盘气动全面拉垮，赛程过半，车队积分竟只排在第5。而在伊莫拉，他们更是做出了让所有铁佛斯怒火翻涌的换胎操作。好，再弄，再慢一点，可以继续再拆下来看一看。13.1秒。而到了下半赛季，法拉利丝毫没有扭转颓势，技术部门之间依旧各自为战，相互推诿，出了事就知道互相甩锅，最终竟只排在第6位，创下车队近40年最差战绩。
应该把比诺托当场拿下。Cuts in life, and we are in this position because we probably deserve to be. 不过，这也直接引发了跃马的内部改革。领队比诺托先是将大权在握的西门雷萨外调哈斯，然后拆分核心部门实行扁平化管理，并新设独立岗位进行创新研发，同时确立了提前备战22赛季休汉地效时代的战略组方针。 We know that we need to turn that into determination. We are still investing for the future, committed of creating solid foundations. 李老师的这场内部改制效果斐然，整个技术团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研发团队犹如脱胎换骨。其中，车辆概念主管大卫桑切斯精准预判了地效时代的3大难题，通过 CFD 推演各种侧向方案，迭代了上千组模型，最终拿出了颠覆传统的究极杀招。2021年9月，当维斯塔潘对汉密尔顿完成一记泰山压顶时，法拉利的浴缸侧箱已经开始落地生产。因此，当 F175在新赛季登场时，成功是必然的。特斯拉尔推得非常的凶，319，哇 ！Q1 啊，就快这么多！开玩笑，法拉利研发了14年了。进入 Q3，法拉利依旧牢牢占据前2位，梅奔已经不足为虑。他们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1号赛车 Max 维斯塔潘。维斯塔潘怎么样？维斯塔潘差距很小，0.15，1.5秒。维斯塔潘，看最后这个弯，我乃法拉利15，好像我觉得走的并不是很好。我乃法拉利，应该还行啊，法拉利。看一看，哦耶！特克莱尔拿到了新赛季的第1个杆位。Let's go！ 哇，我要收回以前对比诺托所有不敬之词，对，当场拿下，对，当场拿下。那是我说的吗？不知道哎。摩纳哥王子以0.1秒的优势战胜维斯塔潘，拿到了揭幕战的杆位，而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拿下胜利，为法拉利争夺世界冠军。